淡水停水怎么办？身为淡水居民的我们，直接决定冲去礁溪泡汤，3代同堂的临时宜兰小旅行就此展开。到宜兰，我们先用一只倒立烤鸡压压惊，享受着有桌边服务且价格亲民的烤鸡烤鱼大餐。但这趟不只为了吃，还是为了找宜兰最重要的人。走进他的故居，在老屋与田园里感受宜兰真正的灵魂。接着来到田中央，寻找一块隐藏版面包，沿途的小景点静静的，很有人情味。最后，我们来体验礁溪最新的温泉，干净舒服且价格亲民。这一泡不只洗掉了意外，还洗漱了整天的幸福，搭配着冰凉的牛奶，完美收尾。看完这集，会不会也让你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宜兰礁溪小旅行呢？这间餐厅叫做天下第一窑烤鸡，哇，有没有觉得口气超大的？可是刚刚呢，去看了一下他们烤鸡的地方啊，觉得蛮厉害的哦。来吃吃看他们鸡呢，是不是真的那么一回事？提供帮客人剥鸡的服务，就在你的桌边，他好像会拿去厨房，或者是你想要拍照，他在你桌边服务也是 OK 的。然后我觉得还蛮细致的，就是他会把皮呢跟肉稍微的分开，有点跟那种片皮烤鸭有点像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帮你拆一拆，然后把它好好的分在旁边这样子。对，这皮看起来就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平时你觉得别人帮你剥好像没什么差，可是真的有人帮你剥的时候差很多，因为我们每次都弄得很烫，或是剥的不是很均匀。对，哦，它这个鸡皮啊，吃起来是稍微有点脆脆的，然后你可以吃到那种窑烤的香气，非常的棒，难怪它要把这个皮呢另外的片出来。再来吃一下它的鸡肉，我特别挑了一块呢是鸡胸的部分。我觉得它的鸡胸肉呢表现也很不俗，单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太柴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如果沾上它附的这个鸡油的话呢，表现会更加出色。刚吃觉得这里面好像有淡淡的柠檬香气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？我觉得是有的，然后还有它里面也有一点那种炭烧的香味，好吃其实我跟你讲，宜兰这个如果你烤鸡没有每一家都吃过，你真的不敢说哪一家是最好吃的哦。就是不好意思，每次来到宜兰呢，都是找烤鸡的餐厅，可是因为宜兰的烤鸡们真的太强了，然后超吸引我们的，所以每次来都是找烤鸡的餐厅。对，五花八门，然后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手法。那我跟你讲，它这间最独特的就是我刚才讲旋转烤鸡，我刚好去拍。重点是啊，它的烤鸡的方法跟人家不一样，也是商业机密耶。因为刚刚我跟那个大哥聊，来烤鸡的大哥，他说他们的鸡头是朝下，屁股是朝上的，所以如果你烤鸡烤一烤的时候，屁股朝下的话，它下面不是有孔吗？那你鸡油就会流下来，都滴下来，那就保持不在里面的。所以他们是反过来烤的。屁股朝上的话，油就会流到它的身体里面去，让里面保持湿润。没错没错，所以我觉得蛮细致的哦。这碗鸡油再给它一点篇幅，别人的鸡油就是单纯鸡油而已，可是它里面加了柠檬啊，就让那个油腻的味道不见了，就只有香气而已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鸡肉的皮啊，或是边边角角啊，非常的酥脆，真的好吃，我觉得可以值得来试一试。的另外一个卖点呢，就是他们有卖烤鱼。我们点了一只盐烤鲷鱼，这么大只，550，然后肉质超细嫩的。我跟你讲，它一样有桌边服务。我
我像烤鱼这东西也是一样，你自己剥好像觉得 OK， 可是你常常会把那个皮弄得很丑，支离破碎。然后你在敲那个盐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把那个皮一起乱剥，然后就会把盐都弄到那个鱼肉里面，鱼就会变太咸。可是他们就是也有这个桌边服务，所以我觉得很赞，因为它剥的非常的好。对，然后这个肉质细嫩呢，再沾一下这个旁边的粗盐，哎，其实也是蛮好吃的，没有什么土腥味。你看话都还没讲完，小孩就抢了吃，就知道多好吃了。好吃哦。这一道呢，是我们每次来宜兰都会必点的西卤肉。宜兰的餐厅里面呢，基本上都会有这一道。然后每一家呢做了西卤肉的味道，它的汤头味道都不一样。这是一个测试这一家的师傅合不合你口味的指标了。它的甜味还蛮特别的，我形容不太出来。但是它的甜味呢，就是跟别家的不一样，那是很自然的。我觉得应该是蔬菜的甜味居多啦。它里面的那个白菜其实放的还蛮多满满的，它里面的笋丝放的还蛮多的，所以除了高丽菜本身的甜味以外呢，还多了一个笋丝的清甜味。然后呢，里面的胡椒跟蒜味呢，也都还蛮浓的哦。这一道是招牌炒猪肝，冠上招牌2个字，应该直接点不会错吧？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猪肝不能有腥味。它没有腥味之外呢，还蛮嫩的，还带脆口。重点是还吃得到它的镬气。那它非常的下饭。那下饭这件事情就是看人，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太咸，有些人觉得配饭刚刚好这样。因为我觉得它的咸不是死咸，而是重口味、重味道的。来到礁溪一定要吃这个温泉空心菜粗管的，那我觉得炒的还不错，只是我觉得稍微看起来好像有点老，但是吃起来口感 OK 啦。其实我觉得他们蔬菜啊，大份的真的是还蛮大盘啦，220，听起来有点小贵，因为你跟分量平衡一下，我觉得都还 OK 的。可我觉得他们的鸡肉啊，还有鱼啊，都算是很划算，而且还有桌边服务，算是很棒的。再来是山茼蒿，它一样是1份220，炒的也是蛮好吃的。但我觉得呢，山茼蒿220跟空心菜220比起来，我觉得山茼蒿的 CP 值好像还高一点点。我们刚刚阿公说这一盘炒得很好吃，这就值得了啊。冰棒好吃吗？可是1只50块，可是好吃。这里的白饭是自助式的，那除了白饭以外呢，它旁边还有猪油、鸡油，你可以自己做成猪油饭或是鸡油饭，非常划算。因为很多地方呢，你光点猪油饭、鸡油饭啊，一碗就要20-30块了。整体而言呢，我们觉得烤鸡跟烤鱼2者都是非常值得一试的，而且价格也划算，我们一定会再访。这是我们阿嬷买的第2只冰棒，她刚刚说1只50块很贵，可是她也是照样买了2只。吃完正餐，接着吃点心。现在来到李传人手工麻薯，它跟刚刚的那间餐厅呢，其实在同一条路上。然后我们现在一走进来呢，就开始试吃。他们家口味超多了，总共至少是有11种，因为墙上就写了11种。然后呢，进来哇，我刚吃一个柳橙的，我们还蛮惊艳。17、18种，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写上数字的。哇，每一个都好好吃哦。我刚刚吃了柳橙，然后酒酿桂圆，还有最基本款的花生。可是它连最基本的款的花生，我觉得都跟一般我们吃到那种传统的稍稍有点不一样。它算是麻糬体呢，是那种传统的，然后内馅有点创意的。他们家就连最基本款的花生口味都让我觉得还蛮惊喜的，因为它不是那种细细的花生粉，有点粗颗粒，吃起来有点像花生糖的感觉。没错，它里面是一粒一粒的，所以你咬了有那种咀嚼的快感，就像那种宜兰名产不是有花生卷加冰淇淋，那刨下来的那个花生粉一样。你看它现在包好好的样子啊，可是其实这是它现点现做，刚才在后面做好就封起来给你的。我们点了一个红豆的，还有一个海苔肉松。刚刚老板跟我说，他们这个海苔肉松呢是用宜兰的老字号3元行的肉松，然后这个呢是砂糖橘大福，他们家有另外一条产品线呢，就是这种水果大福。哇，不愧是老字号，这就是老字号加老字号联手的威力。这个麻糬超好吃的，这样咸香咸香，可是又不会过分的重咸。
那我们刚刚已经吃得非常饱了，没想到呢，我吃这个麻糬还是觉得非常舒服，因为它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占味的感觉。它那个肉松非常的干松，有没有？所以吃起来松口很好吃。而且跟你讲，它的麻糬皮是湿润，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非常棒。而且它的肉松啊是很细致的那一种，你不会一下子就咬到那种粗粗的纤维。这颗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水果大福，这是砂糖橘口味的。其实还蛮大一颗的吼。他说他们这个里面啊，大福里面都是红豆内馅。其实我刚才在吃麻糬的时候就觉得，他们家的这个质地真的是很适合做大福。现在咬下去就觉得哇，完全就是对的。然后呢，里面的红豆馅呢不算太甜腻，重点是它那个有红豆泥、红豆沙，然后红豆颗粒非常多，算是很多层次的一个红豆在里面。而且你的口红也蛮漂亮的，就是红白的这样。我现在还没有咬破砂糖橘，才发现说它是整颗砂糖橘包在里面的。赶快咬它，赶快咬！这么赞！我才咬到这样子，破它的皮而已。这个东西啊，因为我们在济州岛很喜欢吃，这一颗多少钱？60。其实济州岛比这个贵不少哦。只要它的砂糖橘的那个好吃的程度够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比得上。我觉得它的水分跟甜度都是 OK 的。怎么样？这颗很难吃的优雅，超狼狈的。而且它是整颗包进去，它没有把它分开。那你觉得要分开比较好，还是要像这样子？不约会的话，包在一起比较好吃啦。所以这样子是可以的，就对了。买回家吃啊！你看它的里面全部都是橘子汁，湿润的。我们又买了一个麝香葡萄的给小朋友吃。他们的大福呢，其实还有榴莲口味跟奇异果口味。那这个麝香葡萄没有写在上面，是他们家新推出的口味。我蛮想试试看榴莲，但是我真的还蛮饱的。很饱，对，刚刚吃鸡肉吃太饱了。这麝香葡萄好吃吗？它里面好像有3颗麝香葡萄在里面，会很甜吗？喜欢吗？几分？给几分？1到100。100这么厉害？刚老板是说，麝香葡萄里面如果是大颗的麝香葡萄呢，就包2颗；小颗的就包3颗。这个我们要说清楚，因为很多观众会有点计较这些事情。那我们如果没有说清楚，会害我们跟老板都会被骂。真的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一间百年3合院，它的主人非常有名，出现在课本上。如果你有稍稍用功念书的话呢，一定知道它的名字。这里是吴沙故居。你讲的我好像很不认真念书一样。你竟然不知道？我来帮你回忆一下，吴沙呢，他是开兰第一人，所以说宜兰呢的发展都是由这个人开始的。吴沙他在220几年前的时候来到宜兰，那时候就盖了这个房子。那其实这个房子呢，外表看起来非常新，不像有200多年的样子，是因为它中间呢经过了很多次的整建。其中呢，这中间它还历经了就是被日军焚毁。那在大概100年前的时候呢，它是整个再重建起来。然后这中间呢，它后来又经过了台风什么的，所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整建，然后变成现在其实是一个还蛮新的样子。我们进到房子里面来啊，可以先来这边按一个影片了解一下，然后在房子里面参观。那其实呢，因为我们小朋友很快就要读到这段历史，所以就先带他们来预习一下。你要按是不是？好，你按哦，等一下要乖乖看哦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拍着他，看他等一下会不会调皮。你等一下会不会调皮？你看这个墙面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头钢厝。然后刚刚那边呢有展示一块一块的头钢，然后上面的简介呢就写说里面有加牛粪，然后小朋友听到就这样，啊什么里面有牛大便？然后我说对啊，因为以前的人物资比较缺乏嘛，牛大便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也可以拿来当燃料啊什么之类的。这墙壁你敢摸吗？不敢。摸一下，摸一下。
这一间呢，它都在展示农具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叫做线车，就是过去之后会画线，那你就可以沿着线插秧。我刚刚看到下面的，我想到是哑铃，然后把它结在一起。你的脑袋都很真的很像，好不好？东西叫做风谷车，刚阿嬷看到就说他们家小时候有这个，因为务农的话呢，家里就会有。这个是阿嬷说他们小时候都拿来称米用的磅秤，它真的是加砝码的。整个吴沙故居参观完了，其实我觉得整个算是一个小而美，里面的故事都还蛮精彩的。那我们现在在开兰工程这个匾额下面呢，稍微讲一下吴沙的事迹。它就是来到宜兰之后呢，跟当地的原住民其实不少发生冲突。那一直到后来呢，有一年啊发生了天花，那吴沙就不忍这些原住民受疫情所苦，他就拿出了他的汉药，然后来救这些原住民。那等大家都好了以后呢，他们非常感念吴沙，所以就跟他握手言和，立下一个界碑，然后划清界限，就告诉他说：“这边是我们的，那边呢就都让你们开垦吧。”所以从此呢，他就顺顺利利的完成他的开垦大业了。大家都听过吴沙的名字，却不知道他的儿子吴光义。那其实吴光义呢，也做出非常多贡献。可是他是一个蛮悲情的人物，他在史书上面呢被写无才无能，真的是非常的凄惨。然后呢，他还就是留给后世呢一个吴家的家训，叫做世代不要做官啊。主要是因为呢，当吴沙去世之后，换他继承父业，然后呢，结果清廷就一直在为难他、陷害他，所以再把他就是抓捕到北京那边去问话的时候呢，他在中间发生了海难，所以在临终前他就告诉吴家子孙说：“啊，世代不要做官，真的太难了。”我跟你讲，古代侠义人士他们家的家训都是这样，什么家，然后家训世代不要做官，所以应该是高风亮节的。你看这史书上写的多惨啊！吴沙既死，其子光义四为头家，无才不能得众心，好严重的批判。但是他这边的简介呢，其实有帮他平反一下。我们在这边也帮他平反一下。好啦，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来参观。我们就讲到这边，没有办法讲得太详细。我们现在来到吴暖童窑，它是在乡间的一个窑烤面包店，非常的厉害。如果你想要来买面包的话呢，一定要先电话预约，因为你直接来到现场，很可能就是直接没有。这真的是隐藏版那这里附近都是田，而且都是水田，所以你开过去就觉得说，这边是住家。对。怎么会有一个窑烤？你要很认真看到招牌。我们是导航过来，不然是完全经过不会想到有这件事的。导航的时候还会有点怀疑，想说，我到底有没有来错地方？我今天差点买不到，还好有人让给我。我买到了一袋蓝莓乳酪贝果，还有一袋就是酸种面包，就是应该是2颗啦。你来这边一定要先预定一下。那我们已经在路上才想说没有预定，然后打来的时候，还好刚好早上有人取消我们的，就刚好把这个东西留下来了。这家店呢，他们是以手工窑烤面包还有bagel为主。那今天呢，我买的是老板说这是他们新商品，叫做酸种。然后这一个呢是他们的热销产品啊，叫做蓝莓乳酪bagel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一个，我觉得是你会喜欢的那一种，吃起来呢就是有点 QQ 的口感。我喜欢很单纯的面包，然后比较欧式一点的。没错，这个就是天然酵母，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好吃。然后呢，他们在假日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也会推出手工的窑烤披萨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喜欢吃这种面包，它厉害的一点就是说，你的唾液被分泌出来，跟它那个面包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那种甜味是一种非常自然清新的味道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个感觉啊？难怪
怪会是热销产品了。它咬下去有特别 Q， 然后蓝莓呢就是一个淡淡的果香、淡淡的甜味而已，不会太重太腻。哦，它这一件东西是我最喜欢那种，完全没有那种复杂的口味，清新淡雅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你喜欢吃这种，算是蛮养生的面包，然后味道非常干净的那种面包，哦，真的会很爱，我好爱这种的。再加上呢，它周围其实有1、2个小景点，然后很悠闲的感觉，这边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。但是呢，建议大家要先打电话预定，你要 Google 查吴暖童谣，或者是上 FB 去查他们的粉丝专页都是可以的。然后他们也有做店到店或者是宅配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吴暖石桥，这条桥非常厉害哦，听说它是全台湾唯一一条真正全部都用石头建造的桥。那这个石头呢，它原来是压舱石，压舱石呢就是要放在船只里面啊，去稳住船的重心，不要被风浪所影响的一种石头，所以它要很重，而且据说这个石材呢都要很坚硬。那现在这个石头来到台湾之后呢，他就把它建造成桥嘛。那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，就是当时呢，人们都会在这条桥上啊磨刀，磨它的农具。那我就产生了一个想象，就是说，来到这里的人呢，没事就开始磨刀子，然后桥上就一排都是磨刀子的人。你蹲下来给大家看，像这样子吗？对，大家都在那边磨，感觉你看起来就像在那边洗衣服一样。我跟你说哦，这个桥上呢，真的有一些被磨过的痕迹。那这个桥呢，现在已经是历史悠久了，它有100年的历史，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是不可以再拿刀上来磨了，知道吗？说真的，如果你没有去了解这段故事的话呢，这条桥看起来就像一个毫不起眼的景点。但是呢，你不要看它这样小小的哦，它在从前可是官道，是主要的必经道路哦。不过这个周边呢，因为这条桥的关系，其实有整理了一下，弄了一个荷花池在这里。其实走走散散步还蛮漂亮的，而且呢，我们刚刚看到有火车经过，非常的近。如果你可以捕捉到那个时刻的话呢，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。在石桥的旁边呢，有一座土地公庙。这土地公庙来头也不小啊，据说它的起源是比石桥还要更早的。里面的土地公呢，可是当时吴沙所供奉的土地公。所以今天都跟吴沙有关系。没错。其实我们刚刚吃的那个烤鸡啊，跟它那一条路也跟它有点关系哦，叫做番歌田路。没错。绿水温泉，其实这趟呢，我们主要是要来泡温泉的，因为刚好我们淡水呢停水，昨天已经停1整天了，今天呢很怕没有水可以洗澡，所以想说干脆来宜兰泡温泉好了。那这间呢也是我们前几天刚好看到人家分享新开的，然后看起来呢它的汤屋还蛮新蛮宽敞的，所以想说来试试看。对，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样，就等一下去开箱给大家看。我觉得网友们都超有才的。昨天在水上面看到人家说淡水区现在变成盐区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淡水现在没有水，你们自己想，没有水就变成盐了。3年水没了，然后水也没了，超好笑了。我们现在去泡温泉，它走道还蛮宽的。今天我们泡的是家庭汤屋207。阿公阿妈他们泡的是那个双人房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开箱一下。哇，这间超级大间哎！我们3个人一起转圈圈，4个人一起转圈圈都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它那个池子啊，比一些那种温泉真的就是大众汤的还要大一点。真的。我们今天是临时到了现场，才决定自己要升级成家庭汤屋的。这样一间呢是680，那原本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分享的是双人汤屋380，但你要4个人泡它也是可以的，就1个人加100块的人头费。所以380，所以总共才多100块，因为我们加了2个小孩。对，我们2大2小嘛，如果泡双人加200就是580啊，这件是680。那这样子我觉得多升100块，多升级应该不错。很棒啊！不过搞不好我们等一下看到阿嬷他们就觉得好像可以不用升了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帮大家看啊。我觉得它室内空间很大，非常的棒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只想要泡一下，没有带
另外一套衣服来，那就不会怕说把衣服鞋子都弄得湿哒哒。而且像我们4个人一起泡啊，它有2个莲蓬头，我们不用抢来抢去的，然后也不会互相挤来挤去。目前来说非常满意，而且这个离这个更衣区啊蛮远的，我最喜欢这种的，还不错还不错。等一下泡泡看看，继续跟大家说。来泡汤了，时间是稍微有一点点短，50分钟。我觉得如果可以再多个10-20分钟，一定会 CP 值爆表的。可是其实你通常半个小时你就起来洗澡了。也是啊，最棒的一点就是它是新开的，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新很干净。来，我们邱小时帮我们泡一下，舒服吗？温泉有滑吗？游泳池有那个温泉池有大吗？大，非常大，有比我们家社区的还大吗？有。有哦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会不会很烫？一点也不烫哦。好，谢谢哦。泡完了，整体而言呢，觉得非常的满意。它那个池子的大小呢，我觉得你6-7个人下去都绰绰有余，不会像煮水饺一样。然后再来是呢，它这个洗澡的淋浴的部分呢，水压是稍微有点小，有点不稳定啊。可是我自己洗起来，我是觉得还蛮可以接受的。因为我看那个评论啊，只有2个，因为这非常的新嘛，所以评论的人都是觉得有点小。你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好。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毕竟现在冬天，所以人比较多。对，但我觉得虽然没办法很爽快的洗，可是是足够的。就它刚好，如果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，水压也会稍微再变更小一点点。不过有一点很好，就是它那个那个水出来啊是温泉水，所以你跟那个沐浴乳一起洗啊就会滑滑。可是女生就好像不太喜欢。对，因为头发会打结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这边有温馨提醒，时间快到了，灯就会亮起来。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棒，它的锁很安全，不像喇叭锁好像随时会被人家开进来。这边呢有一个门栓，这边还有一个人家公寓大门的那种门锁。通风的部分我觉得也很不错，它没有整个封死。我觉得给好评啊，然后 Google 都给4分，我也大概给4.1、4.2分，还不错。他们还想得到要准备宝宝澡盆，真的是非常贴心。我们来看一下豪华双人汤屋，其实就已经非常大，2个人泡很够了。我们全家人泡这个应该还是非常的绰绰有余，所以如果人非常多在泡家庭好了，我觉得4人2大2小应该这个就够了。如果是我还是会多加100啦，爽度不一样。这是我看过吹风机准备的最多的汤屋了。哦，对，最后给大家一个提醒，就是要自己带浴巾、毛巾，因为这边是没有提供的，但是也可以买啊。这里是大人牛乳，我们觉得泡完温泉呢，很适合走下来喝一杯牛奶，真的就是跟日本泡完温泉一定要吃一支冰啊，或喝一杯牛奶是一样的感觉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这边呢叫做大人牛乳，它其实是咖啡加牛乳，卖的是咖啡牛奶，并不是一般的拿铁哦。请问你找这一间的原因是？因为它用的是冠军烘豆师的咖啡，还有花莲小农的鲜乳，以及北海道的糖。虽然它一杯要加120，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凑起来呢，应该还蛮值得花120的吧。这些东西加起来好像很有头衔。改天你煮一碗面，用你煮的面，然后我妈倒的酱油，然后还有我自己泡的茶，然后1000块，1000块，你付哦，谢谢。我们就坐着等一下我们的咖啡牛奶上来吧。它的菜单很有意思，其实是只卖一种东西，但是它就分成小大人、真大人、小小孩跟正港大人。这里面形容的就是用的牛奶跟糖的比例。那有一个正港大人呢，我猜它应该是黑咖啡啦，无奶无糖嘛。
那小孩嘞？小孩就是要多奶，多糖，好像没错哈。没错。啊，小大人，我们今天好像点小大人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们都已经花了120了嘛，所以3元素的糖应该也要吃到一点吧。也是哦，少一个好像有点亏的感觉。来喝我们的小大人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？真的很厉害哎！这个北海道的糖啊，真的就像老板说的一样，它呢喝起来微甜，但是非常顺口，不会像有的糖啊，你喝下去之后口腔会带点酸味，这个不会。再来是它的咖啡牛奶呢，其实比例我觉得大概是一半一半吧，但是咖啡香呢是完全没有被盖掉的。其实那个牛奶的香气非常棒，咖啡香气也非常棒。我必须要说声抱歉，因为我刚刚心中一直想到的味道是120是吗？不是，咖啡狂场的味道。没有，不会，就是应该说这个我更喜欢一点。这个我觉得喝起来心情真的是蛮好的，120非常的值得。我们两个都觉得，个人觉得值得。这个是真大人，不好意思，又是相机福利。他们说呢，就是他们出了一个瓶装的，因为很多人是想要带到饭店里面去喝，然后像我们其实是接下来要回家，然后我觉得有瓶装的话呢，开在高速公路上呢，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，比较容易带着走。那真大人的话呢，它就是无糖的，就是只有牛奶跟咖啡这样子。我觉得它取名都取得非常有趣，而且也很刚好。而且它的瓶子啊，还有整个店内的陈设，其实都非常的高追可爱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其实也跟老板反映，我觉得整体全部都换成瓶装的话呢，其实质感会比较高一点点。那如果你想要得到瓶装的话，你就是来店内点，不管哪一个口味，你要先跟他说你要瓶装的，他就会帮你装瓶。我跟想法跟你相反，我反而喜欢杯子装，觉得比较高级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会去就是特别去店里面喝用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会把这个，因为它的瓶子还蛮可爱的，我可以喝完之后再留下来。好吧，你说的都对。喝下去真的是恰如其名，真的是大人的口味，很像我们在家里买那种很好的咖啡豆，自己磨自己泡，然后呢再加上很好的牛奶那种感觉。你最爱的那一瓶牛奶加下去，就是这个味道了。它的秘密武器，这个是他们12月底才要上市的达克瓦兹，一样也是咖啡牛奶口味的。我刚刚咬一口就有那个奶油有点咸咸的，是不是北海道生乳？老板说对，眼睛真的大大的，这样很神奇是吗？我跟你说哦，他们之后呢会出一系列的，就是咖啡牛奶的周边。那这间店其实还蛮新的，才开1年而已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后面还可以吃到什么样有趣的东西。他刚刚一直相机福利，我们不一定都会讲，可是我们刚刚觉得咖啡真的还不错，我就试试看这样子。大家不要仿效，真的。真的。今天是一个以温泉为主题的美食景点1日游。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冬天了，可是今年好像是个还蛮暖的冬天。可是我相信接下来呢，应该会越来越冷，越来越适合泡温泉。想要拍一系列的温泉旅游主题啊，所以想要去收集一些 CP 值高的或是有特色的温泉。那看有没有大家呢，就是哪里有推荐的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或者是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喜不喜欢看这样的主题，然后我们去收集一些。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点子可以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可以去拍拍看。那我们是因为简单说啦，我们自己特别爱泡温泉的，所以又喜欢这样吃喝，然后想要带一下这样的主题给大家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。过年快到啦，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。今年的年终呢，其实我们跟上海乡村这间餐厅啊合作了一档团购，那大家的反应呢都还蛮不错的，我们自己吃起来也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就决定呢，我们再跟他合作一档2026年的年菜团购。我觉得上海乡村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你把真空包拆开来加热之后呢，就像你在上海乡村现场啊吃到一样的好吃。这次推出的组合呢是海派5品年菜组，一共是前面的这5道，分别是鲍鱼佛跳墙、干贝土鸡汤、荷叶米糕、烟熏猪腱骨以及菊香黄金汤。那其他的菜色呢，是你可以再另外加购的。如果你想要跟过年的年菜一起的话呢，你就一个订单就可以。可是如果你想要快点先尝到现货的商品的话呢，你要分开2个订单加哦。
如果刚刚大家还没有听清楚的话呢，可以到资讯栏去看相关资讯，或者是到我们的 FB 去看贴文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把菜色放到片尾去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要注意团购的时间呢是12月1号到12月10号，不要错过时间喽。